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两条鱼互相残杀？短短几秒钟就已经遍体鳞伤，整个鱼缸到处都是鱼鳞。这个鱼根本没法养了。还好我发现的及时，这条鱼刚才差点就没了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两条鱼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底下打架，好吧？通过把监控录像调成慢动作之后，就可以发现最先动手的是这条牙鱼，结果这伤得最严重的居然也是它，反而这条铅笔鱼倒是毫发无伤。这鱼还能活吗？应该还能活，但是它身上的伤口真的太严重了，所以现在我没有把它赶紧捞出来，好吧？因为这黄花铅笔鱼实在是太凶了，不能这么混养在一起，太危险了。现在就要单独把鱼捞出来治疗。好的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哇，我真的好心痛啊！你看它身上都是伤口，把这个管子给放进去，多给它加点水，这样的话更快的能让它适应这个里面的环境。再来搞点小药，避免鱼身上的伤口被感染。再把这个水给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。再来往里面放个氧气泵，让这个水体增加氧气。现在这条鱼的话，就这么养在这个箱子里面吧。其实像我们养猛鱼的话呀，经常会发生这种打架的情况。鱼小的话，就跟这一次一样，能够过来及时给它阻止。运气不好的话，第二天早上过来就直接凉了，损失特别大。活的，哎呀，好大一条！你见过比食人鱼还要凶猛的鱼吗？它就是黄金河虎鱼。最近评论区都在问我敢不敢养一条这样的猛鱼，于是我立马花巨资就收回来了一条。赶紧先开箱！哇，活的，哎呀，好大一条！这个就是黄金河虎鱼啊！先来把手套戴上，抓起来看一下。哇塞！金黄的，看到没？这是我之前养的一条黄金河虎鱼，但是很可惜现在已经冻成干尸了。吸取上次的教训，所以这次必须给它安排最高待遇。同时，这个鱼缸里面还有条爆花巨骨，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黄金河虎鱼干架，先给它喂饱再说。现在这个过滤过程差不多了，咱们直接给它拿出来吧，小宝贝儿。哇！就在这时，这条鱼差点就要跳出来呀，吓我一跳。这鱼的脾气真的是太暴躁了，真的特别的活跃啊！咱们赶紧先给它放进鱼缸，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了。开始入缸了！哇！从此我这个鱼缸又多了一条猛鱼，甚至它都把巨骨舌鱼逼在角落瑟瑟发抖。具体这种鱼到底有多凶猛，咱们还得让它恢复之后才能进行测试。顺便透剧，下集将会迎来第3条猛鱼，牙齿尖锐无比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同时给魔神鱼投喂100条金鱼，3天之后到底还会剩多少？这是第一天的变化。上期测试了巨骨舌鱼和鳄巨鳝，它们的实力都非常强大，而这条颜值与战斗力并存的魔神鱼，同样是3天没有进食的状态，一开始就已经狂吞几十条了，这状态实在是太猛了。这也是测试以来所有鱼当中掠食动性最大、速度最快的鱼。而这条将近有50多公分的魔神鱼有这以上特点也是很正常的，才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它就已经把它的肚子已经撑到最大了。虽然前期进攻非常的猛烈，但是魔神鱼的胃只有它2/10的大小，所以它的食量并不是很大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趴在鱼缸的角落，就算有鱼从它的嘴边游过，也不会有任何掠食的念头。这也就说明了它现在已经是彻底吃饱的状态，而这些还没有被吃掉的金鱼暂时逃过一劫。经过了一个晚上，这是第2天的变化，鱼缸里面的金鱼已经明显减少了许多，并且也出现了阵亡的金鱼。不过好在也只有1条，为了避免留在鱼缸里面会败坏水质，所以这一次我特意派出了黄金清道夫专门处理这些鱼体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被魔神鱼给抢走了，看来它的护食欲望实在是太强烈了。又到了给金鱼补充能量的环节，现在就给它们投喂一些高蛋白饲料。同时趁此机会我数了一下金鱼的数量，大概还剩下81条，这也就说明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已经吃掉了19条金鱼。这个成绩跟前几次测试所有鱼当中相比，明显少了很多。一转眼就已经到了第3天，鱼缸里面的金鱼又减少了一大半。仔细数了一遍之后，发现还剩下68条。虽然它的胃不大，但它的消化能力还算得上是可以的。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魔神鱼右侧眼睛旁边已经撞出了一道疤痕，这明显是狩猎时撞出来的，我都还能看到它掉下来的鳞片。果然猛鱼猛起来，连自己的脸都敢撞。不过好在它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现在它的状态和2天前一样凶猛。大概又过了2个多小时之后，这个鱼缸里面的金鱼明显又减少了许多，最后就只剩下了61条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魔神鱼到底能不能消灭剩下所有的金鱼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现在就已经到了第4天，这结果看来还是没有反转。现在鱼缸里面金鱼还剩下了一大半，仔细数了一遍之后，发现有48条金鱼已经顺利存活下来了，这也就说明了3天的时间已经成功吃掉了52条。而且我投喂的这100条金鱼当中，平均尺寸都是5、6公分的样子。我想这条接近50公分的魔神鱼已经尽力了，可能对于食量而言，这并不是它的强项。下期还想看我测试哪种猛鱼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咱们拭目以待。我是真不敢相信，养鱼要买那么多装备。以前我一直认为啊，养鱼只需要有一个鱼缸就行了。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之前也听大家说，养这种雷龙鱼啊，最起码要配一个养鱼灯，这样的话颜色才更好看一些。所以呢，买了。
光有灯可不行，养鱼的关键就是要水质保持清澈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有一套过滤系统。所以呢，过滤器也买了。有了这个，以后的水就能保持清澈了。但是呢，养鱼的水温也是非常关键的，所以呢，我又去买了一根加热棒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忙里忙外，终于把这些设备啊全部都安装好了。不过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这个盖子已经盖不上了。哎，不过聪明的我总是有办法的，先把线条给它画上，再来拿到外面去给它处理一下。看到没，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好多了？咱们现在就拿回去试一下。看来我的切割技术还是不错的，这个盖子啊不大也不小啊，真的是刚刚好，避免雷龙鱼从这个缝隙里面跳出来，所以呢就往里面塞一点棉花。好，咱们再来看看效果。喂，不是，你看就看嘛，为啥流口水呢？千万不要把手放这儿。你看，敢不敢再养只蓝环章鱼？赶紧开箱！自从上次我把蓝环章鱼给养死了，就有很多人在评论区说我是第2个海洋之灾。为了证明只是个意外，所以这次我又整了一只蓝环章鱼回来了，而且这一只的状态还非常的活跃。别看这只章鱼一点也不大呀，其实呢它的毒性一点也不小，一滴毒液就能让26个成年人瞬间嗝屁啊！所以现在我一个月短手多少钱？来，我们先给它倒出来，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啊！那你们看，我感觉这只蓝环章鱼跟我上次买的好像不是一个品种，但是碰一下也同样都会发光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赶紧给它放进鱼缸。刚到了新的环境，就先让它好好适应一下，而且盖子也要给它盖起来，避免它越狱。喏，我就说吧，这家伙不一会儿功夫就已经吸在鱼缸上，等到明天再来看看它又躲在哪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就领盒饭了。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这蓝环章鱼有那么难养吗？这下都整得我都没有信心了。学长，你都养死2只蓝环章鱼了，我劝你还是别养了。我刚刚又收了一条，别急嘛，明天就到。我养的这条鳄鱼不仅脾气不好，而且它口味还贼大，但不知道它现在饿了没？看来这鳄鱼是真的饿了呀，连我都敢吃。还好我早就提前为它准备了鸡尾虾、大花甲、龙虾，还有按照顺序来，先从第1个开始。投喂之前一定要给它改上花刀。虽然看相不咋地啊，但是呢，第一次投喂这个鸡尾虾，我也不确定它能不能吃啊。哎呀，吃了！居然虾能吃，咱们再来给它尝试一下花甲。这个话就得用锤子一个一个全部都给它敲开，才能取到里面的肉。来，给个面子。看来这鳄鱼是真的不挑食啊，不知道这整只龙虾能不能吃得下。好吧，看得出来它并不喜欢带壳的龙虾。直接现场去壳取肉，终于弄好了，就这待遇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。来吧，先吃一个龙虾尾，然后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给鳄炫散吧。最后一道终极硬菜，有识货的小伙伴可以把它的名字打在评论区。这鱼也非常贵呀，现在也只能投喂了。来吧，这下你有口福了啊！于是我不断把鱼放在他的嘴边，他就像下定的决心一样不吃。具体原因我感觉是刚才喂太多了，他现在吃不下了，那只能继续又给它冻起来，等它饿的时候再来给它投喂。